这样吃？啊！老子让你打扫厕所，你扫了吧？你还以为你是凌家大少爷呢？啊！哎，慢着！听说你就是镇北部队里那个唯一的逃兵吗？我林峰从未当过逃兵，还他妈嘴！这才是给通敌叛国的人吃的饭。通敌叛国，你们一群连真相都不知道的跳梁小丑，自以为能够伸张正义，简直可笑！小子，啊，你还不服气是吧？喂，大哥！通敌叛国还敢那么嚣张！兄弟们，给我站着！一群废物，给我起来！起来干他！住手！双手抱好，蹲下。林峰，你因罪证不足，现在依法予以释放。你的家人都在外边等着呢。卖国贼，我们好死啊！你怎么能卖国贼？卖国贼！疼吗？当然疼。可只有感受着这些羞辱和疼痛，我才能记住我是谁，我经历了什么，以及我是如何被送进监狱的。哥，就因为爷爷发现你跟蝶儿有联系，你就把他老人家推下楼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不是我，畜生！早就知道你心术不正。王你爷爷知道连家把你报错之后，还把你留下来，你就这样报答他，报答国家了？这个东西，它是李默的呀。哥，当初郑北王征兵，你替我去了之后，我知道你心存怨恨，但是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报复我吧？你这毁的是整个林家。没有。够了，林峰，你夺走了阿莫18年的人生，当初让你替他远赴北京，那都是你该偿还的。没想到你为了报复，竟然通敌叛国，还害了爷爷。像你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就该被送。爸，姐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把你局子里进去好好改造，把你那些肮脏的心思都收了去。你都在里面待了1年了，怎么还是这副德行？到现在你还在耍脾气，我告诉你，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我们林家没有跟你撇清关系，还来替你出狱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林峰，你什么态度？说完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不允许你上车了。既然你死心不改，那就自己走回去。小凤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干出那种事儿，要被放下就万幸了。对，回来就好。爸妈当初举报你也是为了你好，现在你既然回来了，你就好好洗心革面，
好好做人。我做人做事向来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你通敌叛国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，还把爷爷推下了楼。要不是阿莫拦着，我看你还能干出更出格的事情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事不是我做的。爷爷，爷爷，你真的要逼我吗？你这个孽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孙子！哼！爷爷，爷爷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爷爷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是你也不能把责任全归黑入。林墨，你做的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林峰，本来以为你在里面待了1年就能悔过重新做人了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。果然不是我们林家的种，从根上就是烂。够了！今天起，家族的产业由阿茂接手。至于你，背了那么大的污点，以后安分守己在家待着。什么时候真心悔过，什么时候再谈别的。不用，我已经想通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林峰跟林家断绝一切关系。断绝关系？你一个劳改犯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居然还不认我这个姐姐了？哥，你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们一家人哪有什么那种？小峰，你怎么一点改变都没有？我今天回来就是为了把话说清楚，我与林家再无瓜葛。林峰，你就是故意恶心我们是不是？都别劝了，让他走，让他走。刚下完雨，怎么不知道加件衣服呀？有依然姐照顾，我能有什么事呢？林峰，只要你愿意替阿莫从军5年，我就答应嫁给你。当然，这只是为了历练你，毕竟我也不想嫁给一个平庸之辈嘛。依然，我明白，你等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林墨，依然是你大嫂，你怎么能……你别碰他！林峰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你，为什么你会回来？为什么你没有死在战场？我以为只要我委曲求全，就能得到你们的认可，没想到在你们的眼中，我只是用来替林墨铺路的工具。林峰，阿莫有你这样的哥哥，是他的不幸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摆什么脸色？你不就是觉得我选择阿莫没选择你吗？林峰，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？哎呀，依然你别理他，他就是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。当初让他代替阿莫去北境，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，没想到他还怨恨上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就是怕林墨出事吗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心里都清楚，你们怕林墨白白送死了。那你不也没事吗？爷爷退休前还有些地位，加上家里的打点，你在北京轻轻松松，根本就不需要上前线啊。让你去替你弟弟混军功，你倒好，直接通敌。我们林家怎么有你这没血性的老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今日跟林家一刀两断，你们不是应该开心吗？你个逆子，给我滚！给我马上滚！爸，你别跟他这种人生气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晚上的庆功宴。对呀，小峰虽然军功不高，可是他好歹也能替阿莫争取个职位啊。对，听说晚上还有不少大人物到场，亲自颁发授予公章呢。娇娇，你赶紧联系报社，把阿莫参加庆功宴的消息好好的宣传一下，让大家也知道我们林家的儿子何等的优秀。
林墨，这个名字，这不是失踪1年镇北王钦定的继承人吗？参见林哥哥。参见林哥哥。若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总座，您走后1年毫无音讯，如今找到了您。镇北王吩咐，在今晚的庆功宴上，立刻重启您的继承仪式，还请您务必到达，主持大局。镇北王继任仪式，我怎么把这茬搞定？顶替林墨在北京驻守5年，我无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所有人都只知道林墨的名字，可谁知道真正的林墨在家里面享福？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会去的。是，属下就在海城待命，随时等待您的吩咐。能在北境这个地方待5年，林墨这孩子呀，可真不一般。我弟弟啊，从小就懂事儿，如今能建功立业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可不是嘛，这林家老爷子啊，以前也是立过功的，虎父无犬子，林墨当然也有出息了。作为林家继承人，我自当以爷爷为榜样，赚取战功，报效国家。看看这觉悟，可不像我家那臭小子，不提也罢呀。哎，这林墨的大哥呢？那孩子刚才和我们闹了一点不愉快，就没过来。不像话！今天是他弟弟的大日子，他怎么还能较真儿呢？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学了一身臭毛病，说他2句就翻脸。我看这辈子就这样子。爸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就别说哥了吧。这终究啊不是林家亲生的，这品行方面自然没办法和林墨相比。以后随便能混口饭养活自己就不错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们林家以后可都指着阿莫了。我爸都安排好了，等阿莫当上了少校，就把他和依然的婚事定下来。你确定吗？真的是林总座本人？确信无疑。好，太好了！1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他了，我要亲自去一趟。林峰，今天的庆功宴对阿莫来说很重要，你要是敢添乱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林峰，像你这种满身污点的人，还来凑什么热闹？你不会还想逼我嫁给你吧？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们不合适。当初你为了逼我替林墨去北境，不是你自愿提出来要嫁给我的。林峰，阿莫他身体弱，经不起北境部队的折腾，这个名额你就不能替他去吗？依然，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替阿莫去北境，否则你别怪我看不起你。我替林墨驻守北境5年，如今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，你不但要跟我划清界限，还要替林墨拿走我的军功。刘依然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什么？竟然是凌风替林墨去了北境？那岂不是林墨在冒领军功？林峰，你要毁了阿莫是吗？你不要以为你在北京待了几年就有多委屈了，这都是你欠他的，是你偷走了阿莫18年的人生。我在北京断了2根肋骨，中过1次流弹，好几次死里逃生，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还清你们林家的恩情吗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爸都亲自打过招呼了，北京那些人怎么可能真的让你上前线？我不但上了前线，我还带伤作战，3天3夜没合眼。爸，我那段时间忙，这件事让你妈去办。我原本是想替小峰打招呼来着，可他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去北京历练一下也是好的呀。
所以我就……小风啊，妈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有多少人想去北京历练，是抢都抢不来的。你不能怨妈，更不能怨阿莫。怎么会？难道林家真的没有给林峰半点庇护吗？你现在知道了，我被你们林家扔到北境5年，你们有问过我一句生死吗？你过得不好，你跟我们说呀！难道我们林家真的会对你不管不顾吗？我当然说了，我中弹打出血，急需输血，可你们在乎过吗？叶晨，快！林总做是罕见的熊猫血，库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血源替他输血呀。我记得林家人正好在北京基地参观，马上联系他们，过来输血。是。阿莫，等林峰替你打完仗回来，我就找关系把你调过来，做个少校。谢谢爸。喂，是林墨的家人吗？他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，需要你们。林峰，你找人来演戏装可怜给我们看，有意思吗？喂，我拿命换来的功勋，你们理所应当的就要安在林墨的头上，想让他平步青云，却让我含冤入狱。到底是我欠了你们林家，还是你们林家欠了我？哥，你别闹了，我知道你恨我回到林家夺走了你的一切，但你这样做会毁了林家的。没想到林墨的功勋竟然是这样得来的。这么看来，这林家人也太不是东西了。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功勋这玩意儿能有多大实际用处？是啊，小风，你弟弟他和你不一样，他现在正是人生的关键时刻，他需要这个东西往上爬，你何必这么计较呢？阿莫是你弟弟，你把功勋让给他又能怎么样？你们可是一家人，他好了还忘得了你吗？不过是让你把这虚头巴脑的功勋让给你弟弟，你懂得人尽皆知，像个疯狗一样咬自家人。我们林家怎么养了你这个不知道感恩的东西？小风，妈知道你在北京受了点委屈，可是那还不是因为你自己不成器。毕竟你身上背着有污点，你坐过牢，还不如去北京混2年，退伍了当个保安，好歹有口饭吃。林峰，你为什么处处针对阿莫？是因为我吗？你要怎么才能明白感情的事情不能强求？依然，你忘了他从北京之后回来都干了些什么？通敌叛国，还害了爷爷。就他这种自私自利的性子，在战场上能有什么出息？你那些功勋就不能让给阿莫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他才是我的亲弟弟，他以后可是要干大事的。对啊，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为林家付出的一切的。是啊，他林墨才是林家的继承人，他林墨才是你的亲弟弟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要我的功勋，那我就让给林墨。小风，早这样不是就对了吗？毕竟我们是一家人。我愿意让，但是你们确定林墨他承受得起吗？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也是堂堂7尺男儿，在战场上立战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有什么承受不起的？阿莫的品性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倍，怎么承受不起？倒是你，浑身上下除了力气还有什么？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那点虚名。我早就托人查过了，你在部队这些年，档案一干二净，别说什么重大功勋了，就连嘉奖都没有几桩。所谓功勋，无非就是你在北京混日子混来的，就算是个履历装饰，给你弟弟铺路，我还嫌寒碜。你们林家为了林墨，竟然都找人在危险的北境调查，却对我在北境受伤浑然不知。林峰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贪生怕死的人。你当时在北京立一点点，哪怕一点点军功，我都不会选择阿莫。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小风啊，妈知道你不想给，可是那点功勋其实算不了什么，给阿莫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毕竟你身上背着有污点，你坐过牢。阿莫他和你可不一样，他
他还年轻，他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。林峰，你也别怪我悔婚。像你这种心胸狭隘、背叛国家的人，谁敢嫁给你和你同床共枕啊？天哪，这不是负责特殊功勋审核的李冰兰小姐吗？哎，那位我好像在新闻上见过，是国际战略部的总负责人秦宇小姐。那个国际情报部的总负责人张岩，最前面那位隐退多年的参谋部前部长赵刚。林总座的继承仪式就定在这儿。老公，我记得你给阿莫申请的不是少校职位吗？怎么他们都叫他林总座？肯定是上头慧眼识珠，看中咱们阿莫，予以重任啊！阿莫，还不赶紧上前打招呼啊！哦。几位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没想到镇北王如此器重，居然让我担任总座一职。其实我还是有点……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让开！拜见林总座。慢着，参谋部前部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林峰是我们林家的妻子，又曾因叛国而入狱，怎么可在北京立功？还被镇北王赏识。林总座的名字什么时候变成林峰了？参谋部前部长，你要找的人是我弟弟林默吧？什么？他是林默？没错，我弟弟林默谦逊善良，今日河燕功勋传承北境荣光，自然该由我弟弟林默来主持。而他不就是个刚出狱的叛贼，凭什么授予功勋？哼，林峰在北京5年，用的一直都是我的名字，就算他真立了什么功，那也是记在我的头上。姐，算了。功勋给谁都一样，只要我们家里人脸上有光就好了。傻孩子，那能一样吗？你大哥那是有过前科的人，让他去接受功勋，岂不会是寒了北京将士们的心？阿莫，你就是太善良，太不懂得争取了。参谋部前部长，既然镇北王已经钦定我弟弟林默为继承人，那就请您尽快开始继承仪式吧。属下请允。赵刚，参见圣母。都起来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才是林默。四位大人，你们要找的人在这儿。他不就是一个叛国犯？你们都归他干什么？林总座驻守北京，斩敌无数，何谈叛国一说？而你，细皮嫩肉。怕是连北京的风沙都没有见过，你敢在这里妄谈功勋？林总座，这是我北京四部为你准备的贺礼。这不是参谋部前部长退隐前国主御赐的破虏剑吗？听闻此剑饮过7国敌酋之血，只赠予北境最骁勇的统帅。还有那是镇北王当年从海外追回的国宝级铠甲龙吟。这叫龙吟，就是那个什么东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林峰从来没有上过战场，哪来的机会赚取军功？这里边一定有猫腻。没错，这些功勋肯定是林峰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。说不定他就是冒领功勋的人。小峰啊，就算你不想把功劳让给你弟弟，可你也没有必要耍手段冒领别人的功劳啊！林峰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！赶紧给4位大人解释清楚，这些功劳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要不然一旦严查下来，连累了阿莫怎么办？混账东西！你这是在质疑本使，质疑镇北王吗？
老夫虽然隐退多年，可是比冰兰小姐、秦玉小姐、张年，他们3人是跟随林总座上过战场、扎过敌的。若不是林总座以一己之力抵抗北境数10万敌军，我们华国怎会有如此的太平盛世？而你们，不在家里好好享清福，还在这里诬陷功臣，你们到底是何居心？本使今天有要事在身，暂就不追究你们诬陷之罪。林总座，还请您上前接受镇北王为您亲授的功勋令牌。小凤，你站住！小凤，妈没想到你居然能立功，妈真为你感到骄傲。不过，长兄如父，你还是要多帮扶一下你弟弟，别让外人看了我们林家的笑话。最好是把你现在的职权都交给他，毕竟你弟弟比你优秀，他不容易犯错。你妈说的对，你是林家养大的，你现在有成就，连家也沾光。你只要安分守己，把阿莫扶持，把林家做大，以前的事我可以去挽救。林峰，你不过就是走了狗屎运，得到了贵人赏识而已。真要论能力，你比得了阿莫吗？赶紧把那些职权都交给阿莫，免得以后给我们林家惹出什么祸事。麻烦你们搞清楚了，我和林家已经一刀两断。林峰，你别闹了，你父母已经服软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们林家白养你18年，现在有了点能耐，不想着报答爸妈，竟然还要跟他们撇清关系，你还是人吗？从你们逼我交出功勋，污蔑我通敌叛国，想要把我彻底毁掉的时候，你们就不配再成为我的家人。林总座，您在北境屡建奇功，多少次深入敌后，为北境之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我代表华国人民对你表示由衷的感谢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镇北王的令牌。林总座，从此北境就交给您了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林峰同志被选为镇北王的接班人，背后经历了多少生死考验。我看过他的战报，孤身一人炸毁敌军弹药库，在雪山被围困了7天7夜，身负重伤，还能帮着战友安全撤离。他一次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钢铁般的意志，更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胆忠心。这人啊，越是在绝境中，心里越得有个念想，有一个牵挂的人。林总座，您能一次次死里逃生，心里肯定有一个放心不下、想感谢的人吧？小凤心里想感谢的人，一定是咱们一家人。他肯定是想着回来了来伺候我们，才撑下来的。林峰心里一直对我一往情深，可惜我已经有阿莫了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国家授予我这份荣誉。其次，我要感谢那些在战场上与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。这个勋章它不属于我一个人，它是属于所有与我并肩作战，甚至永远留在前线的战士们。支撑我坚持下来的，从来不是个人的恩怨情仇，也不是小家的儿女情长，而是保家卫国的信念。
和寸土不让的决心。小峰他得了这么大的功勋，竟然连我这个当妈的一句都没有提，我真是白养他了。臭小子，说的是屁话！欲治国者，必先齐其家。没有我们，哪有他？满口的国家大义，对我这个爹只字不提，简直是虚伪。爸妈，我早就说了，林峰品性不正，连最基本的感恩之心都没有，立了点功又能如何？林峰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和爸妈难道还比不上你在北京认识的那些陌生人吗？你真以为你现在是英雄吗？看不起自家人了？没有我和你妈，你能长大吗？你能当兵吗？哥，你说这话确实不妥。刚才赵部长说的牵挂的人不就是爸妈吗？你却连他们提都未提。还有依然姐，依然姐等了你5年，你这么做真的对得起她吗？我在北京镇守5年，他违背婚约跟你搞在一起，到底谁对不起谁？林峰，注意你的态度！你要是还想回林家，现在就立刻给爸妈道歉，给依然道歉，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弟弟。娇娇姐，算了，这种人连阿莫的一根脚趾头都不如，他就算给我道歉了也没有用，我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。你不嫁，有的是人嫁。你不嫁，有的是人嫁。你又是谁？我姐教训家里人，关你什么事？轮得到你插嘴吗？你敢打我弟弟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难道还想打人不成？北境部队的荣誉岂容你们这群卑鄙小人玷污？哼，区一个小兵，竟敢在林家大放厥词，知不知道我们林家的林老爷以前是干什么的？动手，给我打醒这几个蠢货！等一下，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良民，还有王法吗？你们林家逼迫养子弟妻儿从军，5年来不管不问，他战功赫赫归来，你们不仅不感恩，反而为了扶持这个废物，联手诬陷其通敌叛国，将他送入监狱。如此狼心狗肺、颠倒黑白的一家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谈规矩、谈王法？难怪他们愿意让林峰继续留在林家，感情是给自己亲儿子铺路啊！那这林家也太恶心了吧！就算是林峰不是亲生的，那也不至于这么心狠呀！顶替从军这事要是传到镇北王的耳朵里，他们林家可就有麻烦喽！你们别胡说，我们林家从来没有亏待过林峰。5年前他远赴北境，那都是他为了获得家里人的认可，主动去的。小峰，他从小就不服管教，我们也是想着让他去北京历练历练。毕竟镇北王的部队是出了名的严苛，肯定能督促他改掉那些臭毛病的。没错，臭小子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居然从北京回来，还和帝国私通信件。若不是我和你妈大义灭亲，把你送入监狱，恐怕现在早已铸成大错，哪里还能得到镇北王的青睐？阿莫他是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在我眼里，他比林峰这个卑鄙小人要强上1000倍万倍。他被镇北王赏识又能怎么样？谁知道他用了什么恶心的手段骗了镇北王？镇北王可不像你们一样心盲眼瞎。你们扪心自问，林峰在北境的这5年，你们给过他一句关心、一丝温暖吗？你们给他的只有利用、算计和背叛。小峰，妈真的不知道你这么恨我吗？可是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作为一个男子汉，难道不应该到北京去磨练磨练吗？那你们怎么不送林默去啊？那不一样，阿莫他身体弱，到北京他吃不了苦的，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。所以呢，我就该替你的儿子去吃苦，去送死是吗？行了，别怪我们对你苛刻。你看看，
我和你妈被人戳脊梁骨说闲话，你都不知道有一点维护，换了阿莫都站出来跟我说话。就是这些事儿啊，都是事出有因的，有时候多想想自己的问题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要是多点孝顺，你爸妈会亏待你吗？孝顺，这些年他们说什么我做什么，就因为一句舍不得，我替林默在北境镇守足足5年，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小风，林夫人，请你自重。我和林家早已没有任何关系。小风，你是在说气话对不对？你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可是我们毕竟养了你18年，这18年的恩情，难道是你说断就能断的吗？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林峰，你还真是吃不腻，学会用这种方式来威胁你，告诉你，离开林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就是因为我回到林家拿走了属于你的一切。但只要你不惹爸妈伤心，愿意回林家的话，我愿意退出林家的。我只求你不要再错下去了。阿莫，傻孩子不需要委曲求全。他说断亲就是为了逼迫我和他妈让步，我还不了解他们的小心思。林峰，你要不要脸？你已经霸占阿莫18年的人生了，你现在还要跟他抢？一个连自己亲爹亲妈都不知道的野孩子，也敢喧宾夺主抢我弟弟的，给我闭嘴！林总座，你别听他们的，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，还有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若雪，你说的对。比起这一群只会吸血算计，靠着我的血肉往上爬的人，你和部队的兄弟们才是我的亲人。以后，正北部队才是我的家。胡闹！现在有人给你撑腰了，忘自己几斤几两了。小凤，妈知道我们疼阿莫多了些，你心里不痛快。可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，他又流落在外了18年，你们是兄弟啊，难道你不应该让着他一点吗？哥，我知道你还在惦记军功的事情，但是其实军功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林家，愿意消气，这些东西我其实都可以还给你的。你别再闹了好不好？林峰，阿莫都这么让步了，你还不能见好就收吗？阿莫，你别惯着他，他如果今天不认错，我永远不会让他进林家的大门。回林家？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我宁愿在北境战死，也好过回林家那个臭水潭舒服。你好一个伶牙俐齿的白眼狼！我看你是攀上镇北王的高枝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竟敢这样对我说话，是不是？林峰，你可真行啊！现在都学会攀权富贵了，就想跟我们这些亲戚一刀两断，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攀附权贵，林总座能有今天，是靠他自己在尸身血海里拼出来，无数军功垒起来的。他需要攀谁的权，富谁的贵？要是没有林总座在北境守着，你们能有今天吗？一边享受着他拼命给你们带来的安稳日子，一边在这里诋毁他，你们就不会感到羞愧吗？那不都是他应该做的吗？别人拼命换来的太平生活，你说是应该的。天骄，你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他一个通敌叛国的混蛋，当初就算死在北京，那都是他活该。小凤，你姐说的对，要不是我们大义灭亲，把你送进监狱里面，让你彻底改造，你早就走上不归路了，还能站在这里为镇北王赏识。我们处处为人家着想，人家倒反倒怨恨我这个老子了。哥，其实当初把你送进去的时候，大家心里也很难过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如果不是悬崖勒马的话，你也不会有今天。你应该做的是感谢爸妈。感谢？他这种人要是会感谢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林峰，看在我们以前有过婚约的份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你赶紧跟叔叔阿姨还有阿莫认个错，态度要诚恳一点，我们也许会考虑原谅你。要是能低头的话，
我也许会考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继续照顾我。认错？我没有做错事，凭什么认？我也没做过任何事。小峰，你咋这么犟呢？赶紧给你爸认错，要是你爸生起气来，妈也帮不了你。现在认错晚了，林月山绝不会认一个忘恩负义、颠倒黑白的东西。我们不是早就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？林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当上了什么总座，有镇北王撑腰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你通敌叛国的事儿可是铁证如山。只要我们联名向镇北王举报，你觉得他还会认你这个继承人吗？当初要不是阿莫心善，念及兄弟情分，不让上报，你觉着你还能放出去？我看他不让往上报，是怕引火上身吧？毕竟那通敌叛国的书信可不是我的。哥，如果说污蔑我会让你觉得好受一些的话，那么哥说什么便是什么。阿莫，林峰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到现在还要往阿莫身上泼脏水，你今天必须给阿莫道歉，否则我一定会举报你。你们要举报，随意。我不相信北境部队的军规铁律，镇北王的公正严明，能被你们几个跳梁小丑撼动。林总做的战功，北境无人不知，他的忠诚更是被无数场战役所见证。况且镇北王戎马一生，识人无数，又怎会看懂？俗话说，终日打雁，晚到被雁啄了眼。这小子从小就会装模作样，兴许镇北王老糊涂，被他给骗了。放肆！小姑娘，我们是林峰的父母，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品行吗？没错，自从阿莫被找回林家之后，林峰就没有一天消停过，不仅偷家里的钱，甚至还侮辱家里的女佣。就他这种品性，镇北王怎么可能赏识他？我看啊，他就是北境敌国派来的奸细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博取了镇北王的信任。够了，热血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继续待在这里跟他们废话，只是对北境的那些将士们的不尊重。怎么，心虚了？林峰，你还真是跟之前一样啊，喜欢自吹自擂，虚张声势。所以你们怎么想？如果镇北王真的这么赏识你，真把你当继承人培养，今天这么重要的继承仪式，他为什么不出面？是啊，镇北王的继承仪式，本尊竟然没到场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哥，你怎么能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就编出自己是镇北王继承人这种谎言呢？什么？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一步登天啊！原来是自导自演了一场戏。林峰，真叫我感到可惜。虽然镇北王未亲临，但对今日的继承仪式重视万分，早就备好了贺礼。该不会是他林峰自掏腰包准备的什么破铜烂铁吧？林峰，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，那我只想说，你太无聊了。小凤，你怎么就不能跟你弟弟一样，学得成熟稳重一点？为了一点面子，你看看今天都闹成什么样子了！孽障，真是个孽障！第一重礼。黄金100两，贺林总座荣归故里。胡子谦，这么多黄金，看来这镇北王确实是气走林峰啊，不然的话，出手怎么会这么大方？第二重礼，北境3大营虎符，可调30万铁骑。贺林总座战无不胜。天哪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军权呀！3大营是北境的精锐，镇北王这是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。能掌兵符，这继承人的身份恐怕假不了呀。第三重礼是镇北王亲笔写下的婚书一封。镇北王愿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林峰为妻，结秦晋之好，共护北境。天哪，镇北王竟然要把女儿嫁给林峰！
你说这林峰到底是立了多大的军功，能收到如此赏赐啊？林家呀，我看这是疯了，像这么优秀的孩子，想让扫地出门。林总座，你愿意娶镇北王之女为妻吗？多谢镇北王的厚爱，不过我一介武夫，粗鄙不堪，恐难配镇北王的千金。更何况婚姻大事关乎终身，怎么能仅凭一纸婚书就定下一切？这既是对镇北王千金的不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比起素未谋面的镇北王千金，我更在乎的是陪我一起出生入死的人。林峰，林峰，你演的还真起劲了，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。镇北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儿，这些婚书还有这个聘礼，这些不过就是他请来的演员演戏给我们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我有一个同学在北京当差，我托他帮我查了镇北王的底细，镇北王的家眷被我查了个底朝天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儿，而且李冰岩、赵刚、齐宇、张宇4位大将也从来没有离开北京的记录。那他们这是？妈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这些人都是林峰请来演戏的，都是假的。我就说嘛，就林峰那点出息，怎么可能真的在北京建功立业？我们发现林总座的踪迹后就立刻赶过来，根本来不及汇报。至于镇北王的家眷信息，由于情况特殊，也没有登记在册。编谎话都不知道编得像样的，没有登记在册，这可能吗？爸，我看林峰整这么一出啊，就是想在我们家人面前摆点脸面。林峰，你有意思吗？你为了处压阿莫一头，竟然找人来扮演镇北王的4大亲卫，还骗大家说镇北王要把女儿嫁给你，你要不要脸啊？哥，你就算没本事，爸妈也不会嫌弃你的。但是，你不应该动用自己那些小心思，找一些演员过来给他们演戏的。小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妈，我看这几个人眼神里透露着一股子狠劲，看着可不像普通军。这几个人，该不会是敌国特务吧？混账东西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和敌国人还有联系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没有叛国。到了现在，你还在嘴硬，做这些事，证据确凿，我们还能诬陷你不成？今天你弟弟参加庆功宴，不知悔改也就罢了，要是敌国的人来这里现场捣乱，眼里到底有没有国法？爸，你别生气，哥只是太想证明自己罢了。哥，你赶紧给爸妈认个错吧，再把那些来历不明的人打发走，说不定爸妈会原谅你这一次。原谅？这嚣张呢，请外人来骗老子了，进行原谅，可能吗？算了算了，孩子还小，你再把他送进监狱里边，关个10年8年就行了。小峰，赶紧给你爸道歉，下跪，再去自首。你们愿意相信谁，愿意怎么想，随你们。我林峰行得端，坐得正，想让我认错，不可能。孽障，好！既然你这样迷不道，眼里没有家，没有我这个当爹的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明智来，今天我要和这个逆子切断亲疏，断绝关系。妈知道你太想追上你弟弟了，可是你这样骗我们，有什么必要吗？说他没脑子吧，他还不服气，想要得到家里人认可，争口气，居然找外人冒充镇北王的4大亲卫。你知道镇北王的4大亲卫是什么人吗？跺跺脚都能在北境抖3斗的存在，你找人假扮他们，这要传出去，别说林家了，就你一个人，多少脑袋都不够砍的。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我们自己假冒自己，真是活久见。这老头怕不是老糊涂了。跺跺脚，北境抖3斗，
这个形容倒是不算错。可惜啊，说的是我们，他却以为另有其人。寒传出去要看脑袋，等他们知道我是谁，怕是连夜得把舌头割了现罪都不够。没想到林总做这么一个天之骄子，竟会有这么一个蠢笨恶毒的家人。仅凭林默一句话，就认定我们是敌国特务，简直可笑。依然说的对，林峰，你别执迷不悟了，赶紧把你请来这些乌合之众赶走，然后好好跟爸妈道个歉。这事儿还有缓和的机会，要不然你真给林家招来祸事，谁也保不住你。乌合之众，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吗？就凭你今天这一句话，足以让你的家族万劫不复。还万劫不复？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冒牌货，能让我怎么个万劫不复法？林峰是给了你多少钱？你这么维护他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他刚从牢里放出来，身上的案子都没结完呢，你就这么陪他闹下去？一旦惊动了上面，什么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？林峰，你也别不识好歹了。要不是爷爷退休前的身份地位，你以为你能这么快的无罪释放？说白了，你今天能站在这里，扇的全是我林家的光。跟这畜生说这有什么用？那拼着干！你要是现在好好跟爸认个错，我还能帮你劝劝他，既往不咎。要不然，你以后别想进我林家的大门了。你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等他真的跟你断亲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哦，对了，爷爷的老战友张正老将军今天也会来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为了掩盖罪证，把爷爷推下了牢，会轻易放过你。所以啊，趁张老将军到场之前，赶紧带着你的人滚。我没有，爷爷不是我推的，是有人诬陷我。你又想污蔑阿莫？意外也好，陷害也罢，还轮不到你们在这血口喷人、颠倒黑白。今天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林峰一根手指，更别想用莫须有的罪名逼他走。放开我！这装什么装啊？张老将军和镇北王可是交情匪浅，等会儿他老人家到了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海城大酒店，3分钟，过来清场。还3分钟？林峰，你找的这个人入戏还挺深啊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天王老子吗？林总座，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毕竟他们还是你的家人。不，是他们不配留在这里。自从他们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那天起，我跟林家便再无瓜葛。你说什么？没良心的东西！养你了18年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给你弟弟不但抢功，你还勾结外人来欺负自家人，简直混账！爸，你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年我没让我哥替我去军营的话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。哥心里有怨气是正常的，就让他发泄吧，免得伤了和气。你看看你弟弟，到这会儿了还替你说话，你呢，只会躲在女人后面耍威风，简直把林家的脸丢尽了。依然，你当初跟林峰解除婚约，还真是选对了。姐，你少说2句，免得大哥一会儿生气，让这个姓沈的小姐真的一个电话把我们家都扔出去，到时候我们林家的脸可就丢没了。他敢！一个被林家赶出去的弃子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还有这几个他请来的什么4大亲卫，我看也都是花架子。如果真动起手来啊，说不定还打不过咱们家保安呢。阿莫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等一会儿张老将军来了，你就把林峰这些年在北境通敌的证据一一交给他，让他跟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一起去吃牢饭。不用急，很快你们就能如偿所愿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！可是你的人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啊？奉镇北王令，宴会厅中出现寻衅滋事者，即刻清除。没有干什么？不是！哎呀！
这家人真不是东西。得亏雷老爷子以前也是个人物，有这样的子嗣后代，简直是给我们北京就丢脸。尤其那个林墨，一个大男人，心眼比蜂窝煤还多。若雪，多谢你能赶过来替我撑场子，不过这个玩笑下次别开了。镇北王哪有什么千金啊？果然，我就知道这小子是在骗人，随便找了个女人来演戏，就想逼我离开林家。林峰啊，林峰，等林家人知道真相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以你的军功配镇北王之女，难道还委屈你了？若雪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婚姻大事事关终身，我怎么可能娶一个素未门面的女人？难道你认为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镇北王的认可吗？林总座，这话你可就错了。您和镇北王的千金怎么会素未谋面呢？难道？没错，沈上尉就是镇北王唯一独女，也是北京公认的玉面修罗。什么？镇北王虽然就这么一个独女，但从不让她沾半点特权。沈上尉18岁入伍，跟您一样，也是从列兵做起，3年升的上尉，靠的是实打实的战功。是啊，你们俩在一起，那才是天造地设，郎才女梦。沈上尉对您的心思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上一次你在鬼门关走一遭，他3天3夜没合眼，眼睛都哭红了，还嘴硬说自己没事。好疼！外面这么大的风雪，要是再受寒，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大光，以后别这么骗了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可怎么办？还有刚才那份婚书，可不是玩笑，那沈上尉亲自出去。对不起啊，林峰，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。北京是靠实力说话的地方，我不想因为镇北王女儿的身份就被特殊对待，更不想让你觉得我接近你是别有用心。所以这份婚书你还要退回来吗？我不退了。我有东西要给你，这个是华国7家银行的联名黑卡，不限额度，就当是我预支的嫁妆。这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车，就把市面上最好的车都买了下来，以后你混着开。林总座，我们是管家团队，精通多国语言和房屋安全，以后就由我们来负责您的饮食起居。我陪嫁的婚房一共有8套，以后你想住哪就直接过去，他们会伺候你的。若雪，这也太夸张了。能嫁给你，你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对了。这不是国主专属的镇国玉佩吗？没错，见此玉佩如见国主，可调动全国兵马钱粮，甚至代行国政。可是我记得这玉佩在18年前就已经遗失了，举国上下找了很多年都杳无音讯，这玉佩怎么在你这儿？这真的是国主的镇国玉佩？没错，这是你的一位故人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故人能拿到国主的信物，必定是能耐极大之人，甚至远超镇北王。可我认识的人里，从没有过这样一号人物啊！这位故人现在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缘故，没有办法过来见你，但他让我告诉你，
你绝对不是无依无靠的养子，你身上流的血远比你想象中尊贵的多。属于你的荣耀很快就会归位。林峰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虑，但现在还不是深究的时候，别想那么多，把东西收好。林总座，接下来咱们是替我查一件事儿。1年前，爷爷从楼梯上摔下来，至今昏迷未醒。我记得当时林默提前半小时就已经回了老宅，似乎还跟爷爷爆发了争吵。青龙白虎，你们去调当年老宅的监控，查林默那天的行踪。朱雀玄武，你们去查爷爷的病历，看看是否还有什么隐瞒的病情。是。林默，你泼给我的脏水，现在是时候算清楚了。太过分了！林峰怎么真的让人动手打您啊？他怎么敢的？他狼心狗肺不是1天2天了，就连通敌卖国这事都能做出来，还指望他对我这个当爹的有多好？你们说，小峰会不会真的和镇北王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你别傻了。林峰就是个废物，他连杀鸡都不敢，怎么可能上战场杀敌，还获得镇北王的赏识？可我看那个沈若雪好像是真的有一些手段。那是什么手段呀？不过就是请了几个打手，欺男霸女罢了。我看他呀，就是怕我们在场揭穿林峰的真面目，所以才着急把我们赶出来。可是，如果林峰真的骗取了镇北王的信任，那我们之前举报他通敌，他会不会报复我们啊？爸妈，我们都被林峰给骗了。那个沈若雪根本就是个骗子。若雪，今天多谢你能赶过来替我撑场子，下次这个玩笑可别再开。镇北王哪有什么前景啊？听到了吗？林峰都亲口承认了，所谓的镇北王家根本就是他为了撑场面编的谎话罢了。这个畜生！不仅想抢阿莫的功勋，还拿假身过来老子白养他了。我就说嘛，那个镇北王怎么会看上小峰，还要把女儿嫁给他？亏我平常觉得他挺老实的，合着心计算计这么重，今天演了这么一大出戏，就是为了让我们难堪啊！妈，你忘了，当年爷爷摔下楼，明明就是他推的，他是嫁祸给阿莫。姐，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阿莫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要帮他说话？乖儿子，听我的，以后不许认这个林峰，这种品行不端的人不配叫了生哥。哎呀，你也别把话说绝了。小峰不管用什么下作的手段，可是他现在大小是个总座，我们现在和他硬碰硬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自己。毕竟阿莫的功勋还没有彻底到手，和依然的婚事还是要抓紧呢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会还想让他回到林家吧？傻丫头，你想啊，他现在得势了，身边有那么多的人脉资源。再说了，阿莫和依然的婚期不是定了吗？那就让他出面直接操办婚宴。到时候结婚的场地、宾客的接送、排场都交给小峰，我们一家人就能省下不少钱。凭什么让他办呀？就他那点德行，他办得明白吗？毕竟是一家人，我们让小峰操办婚礼，那是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姐，妈说的对，我们就再给大哥一次机会吧。他做的这些荒唐事，也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得到爸妈的赏识罢了。是啊，小峰就是耍小孩子脾气，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台阶下，让他包办婚礼，他肯定会是感激涕零的。对，这样做不但能显得我们林家大度不计较，而且还可以借助哥在北京的势力，让我们林家更上一层楼。谢谢伯父伯母，我爸妈一直都盼望着我能风风光光的出嫁呢。好，那就让他办得越风光越好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他林峰过得再风光，还不是要回到我们林家，乖乖的伺候我们。行吧，娇娇，给林峰打电话，让他好好筹备阿莫的婚礼，否则我就不认他这个逆子。你放心吧，爸，他那么想回到林家，肯定不敢怠慢。姐，我和依然的婚礼，我想要最好的，
依然的婚纱，我要巴黎系列的高定，星空系列。场地嘛，我想要皇家酒店顶层旋转餐厅，我要让全城的人都见证我跟依然的幸福。巴黎高定的婚纱，全球仅限量3件。我记得上一次穿这套婚纱的人是俄国女皇的独女。阿莫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阿莫，皇家酒店是海城最好的酒店，一晚上都要100万起步，而顶楼的旋转餐厅更是千金难求一座，这会不会有点太……姐，要是你害怕得罪哥的话，就算了。胡说！林峰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生气？阿莫，你放心，姐一定会为你和依然办一场世纪婚礼。他那么想回到林家，肯定会答应。谢谢姐。林峰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赶紧给我滚过来！我在哪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今天干那些蠢事儿，我们都知道了。爸妈现在非常生气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看在姐弟一场，我为你赢得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阿莫和依然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婚宴交给你全权包办，这可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，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赔罪？我又没做错事，赔什么罪啊？你还在嘴硬！你今天毁了阿莫的庆功宴，毁了阿莫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。姐，别骂了，哥也是一时糊涂。行了，看在阿莫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你生气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婚宴场地必须定在皇家酒店的顶楼，婚纱必须是巴黎高定的星空系列。我听说婚纱只剩最后一套了，要800万，你赶紧去订。婚车嘛，就要10辆加长的劳斯莱斯吧。你可别跟我说你办不到啊！你不是混成什么总座了吧？只要你能把这场婚宴办得风风光光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原谅你，答应你回林家。不然就向镇北王举报我，让我再进一次牢，是吗？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你明天赶紧去办，把这个婚礼的事儿都敲定了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回林家。我已经跟林家所有人都断绝了关系，我还能在乎能不能回林家吗？切！我是你姐，我还能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在外人面前要面子嘴硬，我们都能理解。可是现在一家子人关上门说话，你还跟我继续装什么呀？我知道你闹来闹去，不就是嫉妒阿莫吗？你放心，等你把这个婚宴办好了，我就答应你把阿莫不要的那几双旧球鞋送给你。至于爸妈这边，我也会帮你说好话。怎么样，姐？林峰他答应了吗？那当然了，他刚才一个不字都不敢说，你就放心吧。不可理喻。林峰，这套好看吗？怎么样？好看。这套巴黎高定的星空系列比我想象中更适合你。等这边的事了了，咱们就回北京。毕竟兄弟们还在北京的寒风中站岗呢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林总座，申上尉，订婚的场地已经敲定好了，就在皇家酒店的顶层。镇北王说了，他老人家要亲自拟定宾客名单。把北境7大军区的将领，还有几位元老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一切从简就好。我们的婚宴又不是办给别人看的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就简单办几桌就好。把当年跟我们在北境并肩作战后因伤退伍的兄弟们请来，他们要是知道我结婚，肯定高兴。到时候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烤全羊、喝烈酒，就像在北京时那样热闹。好，林总座，这场地是镇北王亲自定的。既然你们俩不想风光大办，至少场地不要改了，毕竟是镇北王一番心意。好吧，那明天就在皇家酒店顶楼宴请宾客。是，先告辞了。
你在想什么？我之前总认为这辈子可能就跟枪杆子过了，没想到能在枪林弹雨中遇见你，更没想到在经历了家人背叛之后，还能真正拥有一个爱我、珍惜我的人。搞那么伤感干嘛？快去试试你的礼服，看看合不合身。好。阿莫，你和依然的婚宴办的也太气派了吧！皇家酒店顶楼，空运鲜花，还有这些定制菜单，听说一桌就要68万8。小意思，只要依然高兴，花些小钱算什么？还是依然命好呀，能嫁给阿莫这样的好男人。林峰啊，林峰，就算你走了狗屎运，在北境升为总座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我一句话，你就得像狗一样为我鞍前马后。妈，还是你聪明。林峰他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其实心里啊比谁都在意得到林家的认可。我是他妈，我还能不了解他？他以为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所以才闹出这么一出。不过，这皇家酒店的顶层千金难求的一座，没想到居然被他给包场了。我昨天都跟他说了，这件事要是办不好，就永远别想再进林家的大门。他能不伤心吗？是啊，为了筹办婚礼，小峰估计把能攀上的人脉资源全都动用上了，说不定还借了不少款。这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呀。不过小峰这个孩子就是得让他吃点苦，让他长点记性。没错，林峰这个人啊，就是个贱痞子。你给他好脸色，他反而还蹬鼻子上脸。这种人就应该狠狠的给他长长教训。娇娇说的对，你们都听好了，待会儿林峰来了，都不需要给他好脸色。要是咱们能轻而易举的原谅他，他怎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？你们看那是什么？我的天，鸽子蛋钻戒、钻石项链，还有绿宝石手镯，这么多贵重的首饰，该不会都是依然的聘礼吧？这应该是林峰为了讨好柳依然特意准备的赔罪礼吧。毕竟他对柳依然一往情深，根本就放不下，甚至还因为选择了我而吃醋不到。那当然，我说过要给依然一个最好的婚礼。阿莫，你真好。我瞧着那几款首饰好像是皇室珍藏的款式呀。林家可真大方呀，就聘礼都拿了这么多，依然还是好命啊。阿莫，我现在就想戴上那些首饰。当然可以。哎，你们几个过来，把这些首饰给我未婚妻戴上。这位先生，这些首饰都是……我说了，我未婚妻现在就要戴上这些首饰，听不懂吗？依然，我就说吧，林峰绝对不会敢怠慢你的婚礼，快试试吧。这些首饰看起来给你很般配。是啊，我们家依然就是有福气，这项链一戴，更像我们林家的媳妇儿了。这小子还是办了件人事，既然是给依然的，那就赶紧戴上吧。待会儿婚纱一换，正好赶上吉时。可是什么可是？我今天是婚宴的主角，这些珠宝本来就是为我准备的。女士，这些首饰……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的未婚妻顶嘴？宝贝，你尽管戴。林峰要是知道你愿意戴这条项链，心里指不定多高兴。没错，谁不知道林峰为了博你一笑，什么都肯做。你戴这些首饰，那是看得起他。
我就知道林峰这个舔狗还没有忘了你，之前闹了那么多别扭，最后还不是得乖乖帮你和阿莫把婚礼办了。阿莫，妈知道你这2天受委屈了，可是小峰毕竟是你大哥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等待会儿他到了，你也别难为他，让他给你下跪认错就行了。可是妈，吉时已经到了，大哥还没来，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，不愿意跟我道歉？他敢！你爸今天给他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那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他别以为替你办了这点事儿，他之前的错就一笔勾销了。妈，大哥要是不愿意来就算了，别因为我伤了他的气。今天你结婚，他到百济府来，把我们都晾着，他是想看林家和刘家的笑话吗？既然他不识抬举，我们也不用给他留脸。我们走，今天的宴会不办了。嘿，老头子，你别冲动啊！今天我们要是不办这个婚宴，给小峰这个赎罪的机会，小峰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讨好我吗？看在他一片苦心，你就再给他个机会嘛。哼，我就勉为其难再等他5分钟。娇娇，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紧过来，否则过时不候。是爸。小峰啊，这地方真气派，比咱们北京的帐篷可强太多了，花了不少钱吧？赵伯，您为北境守了一辈子，如今能赏脸主持我和若雪的婚礼，就这排场，我还觉得委屈你。赵伯，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。当年要不是您在北境的大雪山把我从尸堆里挖出来，又带着小峰突围，我们2个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傻丫头，都是战友，背靠背的交情，难道我能看着你俩小娃子出事儿？5年前，小峰刚到部队，瘦得跟豆芽菜似的，还是我手把手教他用枪，教他看地形。不过这小子肯拼，脑子也活，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他自己赚来的。赵伯，没有您的守护，我恐怕都活不过在北京的第1个冬天。你和若雪能过上好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今天我就欢欢喜喜的，尽量把婚事办了。谢谢你，赵伯。是我爸那边的人，可能有急事儿，我去接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你去吧，这边有我呢。小峰啊，你要是有事也去忙吧，老头子我自己进去。没事，赵伯，就是个骚扰电话，走吧。这个连峰居然敢挂我电话，他以为他谁呀？反了天了！我看他是故意的，知道今天是阿莫的好日子，心里不痛快，故意摆着臭架子，膈应人。他以为这样我林燕山就下不了台了吗？笑话！小峰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他明明想求着我们原谅，可为什么非得针对阿莫？妈，我没事的，大哥这些年在外边受了苦，心里有委屈是正常的，只是要连累依然姐跟我一起受委屈。让我受委屈，他也配？一个从牢里出来的废物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我都没有嫌弃他操办婚礼晦气，他还敢跟我拿巧。就是，都说兄长如父，让他替阿莫从军怎么了？搞得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我看他就是嫉妒阿莫比他强，嫉妒我选择了阿莫。妈，大哥可能只是一时脑子转不过来弯，那些功勋得来确实也不容易。有什么不容易的？我就是耍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把镇北王唬住了。爸，要不再给哥打个电话，就跟他好好说，就说我求他了，别让我们大喜的日子再留遗憾。求他？凭什么求他？我们林家还没有沦落到求一个养子的地步。他今天敢不来，就不要踏进林家一步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离开了林家，一个身无分文的劳改犯，在北京能传出什么名堂？小峰这个孩子天生的就是个坏种。我们今天给他台阶下，他不下，那就让他摔疼摔痛。我先说好啊，到时候林峰要是后悔了，哭着回来求咱们，我可不会原谅他。谁不是呢？要是他今天敢给阿莫添堵，以
以后他想找机会给我献殷勤，都没机会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林墨先生指定送到这里的新郎礼服。我就说嘛，这个林峰不管之前态度再嚣张，心里啊还是怕的要死，怕我们不肯原谅他，不肯认他。这不，新郎礼服都提前准备好。阿莫，你快打开看看，是不是你之前看中那套高定？这怎么回事？礼服呢？怎么只有一件破破烂烂的旧战袍啊？这是大哥在北京时穿的战袍。大哥明明知道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为什么还要送这些东西来？妈，大哥就真的这么讨厌我吗？远山，简直胡闹！把一个沾满血迹的旧衣服拿到宴会上，他是要诅咒阿莫吗？爸，5年前我没有去北京当兵，现在哥又把他的战袍送过来，他是想说我配不上他这来的功勋，配不上今天的场面吗？你配不上，难道他就配得上吗？真是晦气！一件破战袍也好意思拿出来，真当这里是北京战场，可以随便穿件破衣服就能耀武扬威吗？我看他就是还在怨恨我没有选择他，故意用这种撒下烂的手段来恶心人。算了，依然姐，大哥受了委屈，心里有气也是正常。我没事的，真的。委屈？他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一个叛国贼，有什么资格在这上蹿下跳？我看他就欠收拾。他来了，好好教训他。天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快来看呀！什么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今天不是阿莫和怡然的婚礼吗？新郎的照片怎么会是林峰呀？不知道。爸妈，你们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照片上的新郎怎么会是小峰？这不是胡闹吗？爸妈，怪不得他要把战袍送过来，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是想自己当新郎。爸妈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大哥为什么什么都要跟我抢？他跟我们抢你们也就算了，连依然他也要跟我抢。岂有此理！他以为他是谁？还想在我林远山跟前耍小动作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我说他怎么能把婚宴搞得这么隆重？原来是给他自己办的。一个被家族赶出来的废物，居然伪造了一张假的结婚证摆在这儿，妄想我能嫁给他。林峰到底要恶心我到什么时候？这个丧良心的，究竟请我们欠他什么了？他就这么折磨我们？上次在庆功宴上丢人还不算事吗？今天又搞出这么一堆事来，他是想让天下的人都看我们林家的笑话吗？大哥送战袍，摆结婚照，不就是嘲讽我没有上过战场，嘲笑我不配吗？既然他这么耿耿于怀，那我让给你就行。阿莫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这媳妇是能让来让去的吗？是啊，阿莫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林峰，我当初答应他也是因为你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啊。可是这些首饰一看就很贵重，想必是大哥精心准备的，依然姐一定很感动。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些破烂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把它们砸了。可是这样不好吧？毕竟是大哥倾家荡产贷款买的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只要你开心，做什么我都支持。没错，都是林峰对不起你。阿莫，这次无论你如何发泄，都是正常的。这些身外之物倒是没什么，但是他这件沾染了血腥的晦气东西，他根本就不配出现在我的婚礼上。阿莫说的对，这种东西就应该把它剪碎烧掉，去晦气。住手！林墨，你要干什么？逆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对你弟弟大吼大叫，林家的脸都让你丢尽。算了算了，既然人都已经来了，也别难为他。小峰，你就让你弟弟随便抽几个耳刮子消消气，今天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哥，你也别怪我，我只是觉得这件衣服不应该出现在这儿，万一上面的血腥气冲撞了爸妈该怎么办？阿莫，
你跟他道什么歉？你又没错。不像有些人，阿莫好心好意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可他倒好，倒打一耙。对，阿莫，你就只管捡了这件破衣服。你们敢！北境之战最惨烈的那一晚，我们拼光了整整1个连的兄弟才守住防线。国主感念将士忠勇，亲自赐下了这件战袍。这不仅是他们用命换来的荣耀，更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后念想。我绝不能让林家人毁了它。这件战袍如果坏了，你们谁也承担不起后果。林峰，你还真眼上瘾，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？这件破战袍，垫个窝都不配。谁让你戴这些首饰的？你给我摘下来！你装什么？你不就是用这些破烂来讨好我，让我跟你复合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摘不摘？你吼什么？你以为这链子值几个钱我会稀罕？难不成你觉得我戴上了它，我就必须要嫁给你吗？我柳依然要嫁给是阿莫这种前途无量的林家继承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给我摘下来！林峰，你真够下头的。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？我能戴上它是给你面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然就乖乖给我当伴郎，要不然就立刻滚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哥，我知道你想回家，想得到爸妈的宠爱，这些我都可以给你。可是，我跟依然是真心相爱，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当真要这么逼我们？阿莫。你无非就是想用这些东西压我一把，好让依然回心转意。这次我再也不会送你，哥，对不起。林墨，你找死！反了你了！阿莫都被你逼成什么样了，你还想动手？可是这件战袍它意义非凡，那又怎么样？谁让你用这废弃的东西侮辱人了？阿莫毁了这些破烂儿，说明他是真性情，不像某些人拿着破军弓当宝贝，心眼比针尖还细。你毁了阿莫和依然的婚礼，今天要跪下道歉，别想让我认你这个逆子！该道歉的人是你啊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今天是我和沈若雪的婚宴。混账东西！我让你办理阿莫的婚宴，偷梁换柱，背着我们耍小动作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小风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阿莫和依然都已经定下婚事了，你今天闹这么一出，你让我们跟柳家可怎么交代呀？该怎么交代是你们的事儿，关我屁事。我跟林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今天这场婚宴是我跟沈若雪的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你。林峰，你疯够了没？昨天还想回到林家伺候我们，现在我们答应你了，你这闹的又是哪一出啊？林娇，你要不要晃晃你的脑袋，听听有没有大海的声音？哥，依然是真心对我的，你这么做，不仅会伤了依然的心，更是在打爸妈的脸。不好意思，只要我幸福，你们谁痛苦都可以。你说什么？娇娇姐，阿莫，你们别生气。林峰费尽心机整这么一出，无非就是想让我吃醋，能多看他一眼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答应。柳依然，就算你现在脱光了站在我面前，我也只会觉得辣眼睛。我看你的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林峰，你脑袋才被驴踢了！你整这么一出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头嫁给你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要娶的人是沈若雪，证婚人就是赵我。荒唐！为了给家里赌气，娶了一个不明来历的女人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找了一个又脏又臭的老头做证婚人，你是在膈应谁呢？爸，你别生气，哥可能就是在北京待久了，没了规矩。要不我去跟这位前辈打个招呼，毕竟他是哥的朋友。傻孩子，打什么招呼啊？你看那老头一身上下的穷酸气，身上还有伤，看着都晦气。林峰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找一个臭乞丐来当证婚人，恶心我们。就是臭死了，我家狗身上都比他干净。闭嘴！赵博，
委屈你了。当年在北京零下40度，是赵博把最后一块干粮塞到了我手里。我中枪昏迷，是赵博负着伤带我找到了医疗队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比血缘还重的亲人。至于你们，我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逆子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你那功勋根本就是骗的。哥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前段时间我的庆功宴，你带人来拆台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今日是我和易然的婚礼，你居然又闹这些把戏。哥，你到底有多恨我？小风啊，阿莫可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的对他呢？不就是在北京混了几年，骗得镇北王赏识吗？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现在赶紧跪下给我弟弟道歉！就是，赶紧给阿莫奉茶赔罪，然后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，要不然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与林家已经断绝了关系，你们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。反了天了！来人，你给我拿下，加把伺候！我今天就想知道什么叫尊卑。住手！老东西，这里哪里轮得到你来说话？当年你们逼小峰替弟从军，他攻城归来后，你们又诬陷他叛国，把他送进了监狱。如今小峰好不容易要娶妻成家了，你们又逼他下跪，如此昏庸的父母，他配谈家法？我管教我的儿子，外人少插嘴。没错爸，这种白眼狼就该狠狠的打，他连父母都敢顶撞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袁商啊，小峰也是一时糊涂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你随便抽他个几百鞭子就行了。好，你敢跟你老子动手？爸，你别生气了，这大哥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被那些北境的粗人给带坏了，怎么会如此大逆不道？没错，一定是这个老东西带坏了我儿子，说不定今天闹的这事就是老头子的主意。小峰，哥，你怎么护着一个外人？爸养了你18年，你非但不懂得感恩，居然对一个又瘸又脏的老头关怀备至，这样是想让爸寒心吗？好，就打死你这个小不仁不义的混账东西！爸，别打了！打死你这个混账！哪吒割肉还父，以还生恩。今日这3鞭子，就当我还你这一辈子的养育之恩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断义绝，互不相欠。混账东西！你以为挨了3鞭就能够撇清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是你爸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我就是抽死你，你也还不清。远山，别打了，还不如直接把他送进监狱里边去枪毙。是啊，爸，这些都是哥惯用的老手段了。亲近一个陌生人，就是想要激怒你。林峰，你有这些手段不用到正事上，用到自己家里人身上，你恶不恶心啊？爸，你别激动，让我来替你教训这个废物。不用，我让开，死不教，父之过。今天亲手打死这个孽障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谁打的？他毁了阿莫的婚宴，辱没了林家的脸面，我教训他有问题吗？爸，
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冒充镇北王之女，毁了阿莫的庆功宴，现在还敢打我爸！你们林家人还真是蠢的可以啊！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，那不是镇北王的玄阴令吗？哎呀，剑令牌如剑王驾，整个北境无人敢违呀！能拿到镇北王的玄阴令，难道她真是镇北王的千金？哎呀，这种事情普通人哪敢走私？沈小姐的身份，哎呀，还用多说吗？不，你怎么可能是镇北王之女？明明不是演的吗？演？林默，你把北境的军规当摆设吗？冒充镇北王亲眷，按律当斩。林峰不仅是镇北王钦定的继承人，更是我沈若雪此生唯一认定的丈夫。你们对他的亏欠，今天也该清算。清算？我就砸破了几样东西嘛。我们林家虽然不如镇北王府，但也能赔得起这点东西。说个数，我立马给你转账。这条项链，光上面一颗宝石就价值3亿，更别说手镯和戒指了，整套首饰价值超过100亿。你们林家的家产更偏离我，还有这套军装，承载着10万将士的血与魂，更是国主对英烈的嘉奖，是御赐之物。你们说，这要怎么赔？林峰，你闹够了没？你不就是看我选择了林默，不甘心，故意为难我们吗？你只要别闹了，我就可以考虑等一下你帮我提婚纱当伴郎，但是不能碰到我。若雪，你看着办吧。来人，林家毁坏御赐之物，当众羞辱烈士，污蔑总座，按北境军法断其双腿，即刻发往边疆。即刻发往边疆！哎，哥，你说句话呀！这爸妈养了你18年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被打断双腿发配吗？小峰啊，之前的事是妈不好，你要怨就怨妈好了，你可不要怨阿莫，他可是你弟弟呀！林峰，你快求沈姑娘别闹了，要是阿莫有个3长2短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说话了。那你就赶快闭嘴吧，林峰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只要你能摆平今天的事，我就答应你重回林家。你一个人在外头飘着有什么好处？没有林家的撑腰，你能撑多久？你们遇不到林峰的时候，一个个恨不得把他踩进泥里。怎么，现在惹了事儿了，想起他是你们林家一份子了？我对他是管理苛刻，但他是我养大的，就应该报恩。看来你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动手！动手！等下，林峰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就是想看我们原谅你，想看我们求你，然后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到林家，是不是？混账！为了重回林家，就设计陷害我们，得罪镇北王之女，怎么养了你这个心术不正的人？小峰啊，你就算是为了得到妈的认可，你也不用费尽心机。再说了，你确实不如她。回林家，从你们联手举报，把我送进监狱的那刻起，林家与我不过是一座埋葬了我18年青春的坟墓罢了。死到临头还想狡辩，给我上！还真打呀！哎呀，废话，也不看看他们之前都干了什么。住手！住手！是张正老将军啊，他可是跟着先皇打江山的人物啊，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听说镇北王年轻的时候被他提点过，在他面前得恭恭敬敬喊一声张叔。是吧？你总算来了，这个女子又毁了林家。张爷爷，你跟我爷爷可是过命的交情，今天可得为我们主持公道。我哥他通敌叛国，就连他总座的位置，也是他贩卖军情换来的。我爷爷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他就把我爷爷推下了牢。是啊，老爷子到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呢。
医生说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是啊，张爷爷，林峰他就是个流氓，你看他都把我们吓成什么样了。张爷爷，还请您为我林家主持公道。我大哥虽然不是林家亲生，但爷爷一直很器重他。没想到他居然把我爷爷亲手推下了牢。张爷爷，还请您替我林家清理门户，一正家风。林峰，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，心思竟如此狠毒啊！你爷爷当年可是总夸你稳重，把你留在了林家。哼，我看他是老糊涂了。今天呀，我就要替他清理门户。张爷爷，您仅凭他们的一面之词就定人罪，未免太草率了吧？热血丫头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你被他的表象欺骗了。想当年，你爹镇北王还专门请教过我兵法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计较今日的无礼。躲到一边去，别让这个混账碍事儿。多年未见，张爷爷，您可真是一点都不像当年那个在北京战场上明辨是非的铁血将军。把东西拿上来。这是林家1年前的监控录像，角度正对楼梯口。是谁把林老爷子推下楼的？不用我多说了。我的天哪，是林墨推了老爷子！哎呀，这小子看着挺白净，心也太狠了吧！假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！你为了陷害我，居然伪造监控视频，你为何如此歹毒？张老爷子，你千万不能相信啊！这肯定是林峰做的假东西。阿莫他这么孝顺，他肯定是不会推他爷爷下楼的。这视频肯定被做了手脚，我们林家的监控早都坏了，怎么可能有录像呢？是吧？你可千万不能被他们骗了。如果这都不能说明真相，那你们再看看这个呢？北境布防图已寄出，黄金1万两，明日送到城北废旧仓库。林家继承人之位稳固后，必助贵国拿下北境3城。落款人林墨。怪不得他想抢林峰的军功啊，原来是想靠着敌国上位啊！哎，那林峰岂不是替林墨白白蹲了1年大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会吞敌叛国？我连北境的门我都没有出过！林峰，你也太恶毒了吧！他是你弟弟呀，你用这种诛心的罪名来陷害他，你是要逼死我们全家人吗？没错，阿莫虽然小，就算他有错，也不至于通敌啊！这书信肯定是有人伪造的。林墨通敌叛国的书信可不止这一封，我们在他书房的暗格里搜到了17封往来密信，每一封都有敌国的印鉴。对了，和林墨往来的敌国奸细已经被我们抓捕了，要不要我把人带过来，当面对质啊？阿莫，你真的跟北京帝国有来往？爸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么做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阿峰，既然阿莫就知道错了，你就不要跟他计较。小峰，阿莫虽然有错，可老爷子还等着承欢膝下，你就算是给老爷子积点福，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当初你们联名举报，把我送进暗无天日的监狱时，怎么没人说到此为止？他林墨拿着伪造的证据污蔑我时，怎么没人信我一句辩解？小凤，阿莫是通敌了，可是他已经认错了，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？你想把他逼上死路吗？不过是偷了你点功劳，害你坐了几天牢，攀上了镇北王，你还不够威风吗？非要把我们都赶尽杀绝，才显得你有多能耐。说到底，阿莫也是林家的根本。你把阿莫送进大牢，林家的脸往哪放？以后谁还跟林氏集团合作？林峰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小峰，阿莫可是林家的嫡亲血脉，你就算不念在兄弟情分上，可你想想老爷子，他老人家最喜欢的就是你们2个孩子啊！阿莫，快给你哥认个错，今天这个事情就算是过去了。林夫人，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呀？就因为一句对不起，就能抵消我入狱的冤屈吗？你知不知道？
因为林默送出去的这些情报，害死了多少北境的战士。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小心眼，我就是记仇。今天，我不光要让林默做，你们这些包庇他、纵容他的人，一个也逃不了。林峰，你差不多得了。我们林家虽然没有把你当亲儿子，但也养了你18年。现在风光了，却要把我们往死里逼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小峰，阿莫都已经认错了，你一个男人，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？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我不指望你跟阿莫一样继承家业，你最起码有基本的孝道吧。可你倒好，翅膀硬了，就知道拿国法治人了。你们是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可从你们逼我替林默参军，抢我的功劳，帮林默往上爬，联名污蔑，把我送进大牢时，我们之间就谁也不欠谁的了。张爷爷，张爷爷，您救救我！您跟我爷爷可是过命的交情。当年您和我爷爷在边境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爷爷为了救您，可是为您挡下了一颗子弹。到阴天下雨，他现在腿还痛呢。我爷爷可是最疼我了。如果我爷爷醒着，他一定不希望我被别人带走。张爷爷，还希望您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，求林峰放过我这一次。张爷爷，我日后一定听您的话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林峰，阿莫是混账，林家这几个也都糊涂，可是说到底都是一家子嘛。你现在要身份有身份，要权势有权势，哎，你何必跟他们计较到底啊？张爷爷，您戎马半生，难道不知道通敌叛国是多大罪吗？多少战士因为他泄露的情报死在北境，您现在就因为顾念旧情就要力保他，您当真是糊涂了？我糊涂？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就算是你爹镇北王，他见了我也得喊我一声张叔。你个黄毛丫头，仗着你爹是镇北王，你就敢在我跟前撒野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呀，这林默我保了，谁敢动他试试？龙叔，你来了。林峰，这位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的故人，我想跟你叔来找，可龙叔怕你紧张。好孩子，终于见到你了。5年前在北境，我看到你的战报时，就觉得你的韧劲儿和你母亲一样。今日一见，越发觉得像她了。你认识我母亲？她还在世吗？她到底是谁？你母亲那不就跟你一样，是一个下贱的平民老百姓吗？林峰，我说你这戏码是不是也该换一换？又找这个演员来陪你演出？说吧，这一次他演的又是什么大人物？张正，你来说说，我演的是谁啊？张爷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这个白眼狼把您气得头晕站不稳？问问张爷爷，消消气。林峰，你可真行啊，连张爷爷都被气成这样。张爷爷，他可是爷爷的老战友，北京响当当的人物，你就忍心看着他给你们几个晚辈下跪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这老头子也是，穿的人五人装什么大道？张老爷的身份也是你让下跪就跪的。如果你识相，现在跪下赶紧磕3个头。等一会儿张老爷子缓过劲儿来，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。哦，是吗？当然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让你给我张爷爷跪下，是你福气。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满嘴喷的什么粪？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是要把我们大家全都害死，你才高兴吗？张爷爷，你打我！我可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，你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！张老爷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就算是不帮我们家，你也不应该帮着外人打阿莫。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我们家老爷子吗？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，再多说一个字儿，神仙都救不了你们呀！师伯，你这怎么了？他的背景那比你身份还大。张师伯辈子谁都不恨，怎么也就像见了阎王一样？对呀，张爷爷，他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配您给他跪下？您跪下，这是折他的寿啊！
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华国的国主，是真龙天子啊！国主，这不是在电视新闻里边才能见到的人吗？他怎么今天来到现场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国主恕罪啊！都是我没有看好林家的这些小辈，是我的失职啊！恳求国主念在他们无知，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。听说你们觉得林峰是弃子，不配进入林家，那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林峰的真实身份。林峰是我妹妹龙婉的独子，更是华国战神林晨唯一的血脉。什么？华国第一女将龙婉不败战神林晨？没想到林峰竟然是这两位的儿子。20年前，敌军夜袭北京，城门失守，龙婉和林晨为了野心老百姓撤退，战死在了城墙下。他们可是华国的大恩人呀！当年小峰在战乱中走失，我找了18年，直到5年前才查到他的下落。当年你们捡到小峰，虽然对他有养育之恩，但是这些年你们把他当牛马使唤，逼他替林默从军，甚至在他获得战功的时候，联手外人诬陷他，你们该当何罪？小峰，好孩子，你替妈妈在国主面前说句好话，你就说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。林峰，你今天要是能说情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峰哥，其实我一直爱的都是你，我心里一直都是你，是林默，是他逼我的，还有柳氏集团的生意威胁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是被逼的呀。柳熙人，峰哥，现在没有人逼我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立刻嫁给你，立刻给你圆房的，给你做小姨我也愿意。柳依然，收起你这些恶心的把戏。有伤。林家3口柳氏千金，包庇纵容通敌者，逼迫养子替亲儿从军，数罪并罚，发配边疆，终身劳役。我不去，那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小峰，你救救我，我可是你妈呀！林默窃取军功，构陷忠良，通敌叛国，致17名战士牺牲，罪大恶极，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爸，你当初答应过我妈李翠兰，你说要好好照顾我的呀！你胡说什么？你当初答应过我亲妈要好好照顾我的。当初你跟我亲妈李翠兰，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，而且你还把王秀荣的儿子扔进牢窝，就是为了把我换回来当林家继承人呀！只不过当初你派出去的人把林峰错乱败回了林家，5年前我才自己找回林家的呀。所以我的亲弟弟早在20几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我和妈捧在手心里的林默，是我爸和别的女人生的。林远山，你不是人！行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和翠兰真心相爱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喜欢阿莫吗？这些年，翠兰一直让我，你也享受着林夫人的威风和富贵，还不知足吗？你杀死了我儿子，你骗了我23年，你让我把小三的孩子当宝，把别人的孩子当草，你该死啊！小峰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北境苦寒，风雪能埋了铁甲。我刚下旨扩建镇国将军府3倍，你和若雪也能。舅舅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北京需要我和若雪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。你父亲和母亲是华国的英雄，你在北境的战功没给他们丢脸。大胆的往前走吧。最新消息，林氏集团董事长被妻子杀害，
其妻子王某已获罪入狱。据悉，林氏集团继承人因通敌叛国罪被判死刑，明日50时问斩。林氏集团千金、柳氏集团千金因包庇罪获判5年有期。小凤，走吧，北境的风可比这些消息让人舒心多了。好。